Hello，大家好，我是一心啊。反正就是决定回忆一下自己当兵的那往事。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苦，但是也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深刻的喜欢的两个直男都跟这段经历有关。所以说也就选择录个视频给大家讲讲部队的生活，顺便给自己的回忆留个电子档。那就先从我当兵的起因说起吧。我是19岁那年读的大一嘛，那个时候感情非常丰富，而且总是急于寻找一个感情寄托，所以就是对大学刚开始的军训教官一见钟情，而且是毫无保留的爱上了人家。注意是爱上了，其实我对爱这个字儿，用的从来都是相当谨慎的，但是我还十分确信那个就是爱，就是你假有私心的爱，其实也是爱嘛。我能十分的清楚的回忆起当时喜欢他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完全不会在意任何形式的付出嘛，然后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会非常的吸引你，然后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当时他哪怕回复我一个消息，我可能都会在路上大跑大跳的，甚至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说呢？小年轻嘛，你被爱情折磨，感觉很正常。就是，而且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的非常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因为感觉这样子的话能够非常快的拉近彼此的距离。因为他是军人，所以说我也想成为军人，这就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动力源之一。但其实一见钟情也是有原因的。当时带我的军训教官他是一个军校研究生，大我3岁，但已经研2了，穿着那种雪白的常服，皮肤黝黑的，身材非常干练，长着一个学霸脸，但是又非常有力量感。怎么说呢？动作雷厉风行的，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还有一阵风，而且那个风的味道特别的好闻，感觉从来都没有闻过这么好闻的味道。怎么说？但是我那个时候怎么说？一旦你非常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又下意识觉得自己有些不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体验过这种略带深邃的自卑感？就是有的时候还挺绝望的，但我还是想卯足了劲儿的想去吸引他的注意。那个时候军训就非常刻苦。就是希望哪怕产生一点点交集也好。而且我跟他第一次的对话还蛮有戏剧性的。我当时就是站军姿的时候，那个汗水流进了眼睛里，但是我还在努力的睁眼，那个眼泪就一直流，所以说正好就被他看到了。他说大夏天的汗水里盐分很多，流进眼睛里很难受的，问我要不要擦一下。然后我喊了一声报告，说不用。然后他夸了我一句好样的，然后拿纸给我擦了一下眼泪。我当时真的差点就哭了，是真的哭了。我在休息期间其实都不太敢主动跟他打招呼的，不像很多同学还能在休息期间问他很多问题，跟他打成一片。然后我当时真的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然后在心里振臂的握拳，喊好耶，就是有一种这辈子值了的快感。然后也是那天就是得到了他的 QQ 号，开心了一整天，就很夸张。现在分析的话，其实我可能更倾向于把他想象成了一个完美的人，因为他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完美的外在，然后我又自动给他补齐了一个完美的内在。所以说怎么说呢？他是真实的，但是也是有些虚幻的，只有我沉迷在其中无法自拔。但是我那个时候哪懂？我那个时候满脑都是好想得到他，哪怕一个眼神给我也行，然后好想多跟他聊聊天，哪怕是杂七杂八的废话都行。这个想法就充斥了我的大一大二，但是我也没敢有再多的奢求了，好像连梦里都没有曾经梦到过他。真的连一次的春梦都没有过，平日里歪歪也是不敢的。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吧，再往前一步都是亵渎，应该是一直有一个这样的自我暗示。所以就是一直都是那种远远观望的状态。就像大2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一所职高带军训的，然后说完第2天我就屁颠颠的跑到那个职高去看他带军训了，但还是就是远远的看着，我没有告诉他。在他眼神可能扫到我的时候，我还下意识的闪躲。但是你一旦见到之后，你就会渴望进一步的接触，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说好久没见了，想去看看他，他就同意了。然后第3天我又屁颠的跑到那所职高，去找他，然后跟他聊天。他带的是女生方队嘛，然后休息的间隙他想教女生唱歌，想选一个调子比较委婉的，就是军港之夜，但是他当时歌词忘记了，然后让我去帮他查，他就拿着我的手机放外放，然后教女生唱歌。
就很离谱的是，这首《军港之夜》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听。当然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矫情的小动作了，就是当时最大的想法还是想自己变得优秀，变得有资格能够站在他的身边嘛。就像我前面说的，想成为他，比如说成为像他一样的军人。我是觉得成为军人之后，一定能跟他产生更多的共同话题，并且当兵也不是什么坏事嘛。所以说，那我就决定去当兵了。然后我因为当时很胖，我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先去减20斤的体重，但其实还是不够的。然后但是去看他的时候，他一眼就说，你瘦了很多，导致我当时又开心了一整天。然后就是努力学习嘛，努力学习。军训教官他是中南大学的国防生，然后保送的读研。怎么说，就感觉差距很大。我当时唯一想的就是去拿一下奖学金，然后天天去泡图书馆，泡完图书馆，然后就去减肥跑步。而且我拿到奖学金，第一个告诉的也是他，甚至不是我的父母，就还蛮离谱的。然后拿到奖学金之后，跟他说请我吃饭，他居然带我喝酒，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喝白酒。也算是变相交代了自己的第一次吧，也还蛮搞笑的。所以说我跟他的交集确实是在一点点加深的，就是已经从当时不敢搭话的一个状态，到后来可以谈天说地的那种状态。但是人总是不满足的嘛，就是我希望并且渴望有更多的交集，然后就越来越迫切的想去成为军人。但其实直到报名之前，我都没有跟他说我要去参军的，因为我之前真的很胖。将近200斤，然后为了达到那个体检的体格标准，我花了1年多的时间减了40多斤，从一开始跑一圈都喘得不行，到后来能够坚持跑20多圈，然后天天见我的同学跟辅导员都会发现我的变化很大，更别说那个隔3差5才能见到我的军训教官了。是这样的，就是我跟他在大学期间还是会见面的，虽然都是我死皮赖脸的想去见他嘛。但是每次提出要求，我都是需要纠结很久的，因为担心会打扰，而且有几次我都是在休息日坐好几个小时的车，不是坐1个多小时，有点夸张。我都是在休息日坐1个多小时的车跑到他学校周边去散步，因为他是军校嘛，不让进。然后我就想从外围拍一些照片，还被卫兵抓住了，然后要求我必须得把那些照片删掉才能离开。这些事情他全都不知道的。不过有一天我还是鼓起勇气想提出去参观他的校园，他居然也同意了，说可以带我进去看看。但是我后来是有些后悔的，因为我的单恋在这里遭受了非常重大的打击。我参观了他的宿舍嘛，非常的整洁干净，而且他的宿舍里有他的味道。怎么说呢，他的味道感觉非常特殊的香气，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香气。我曾经逛了很久的超市，想去找到跟它味道一样的洗衣粉或者说洗衣液，但最终都没如愿。后来也再也没有一种味道能让我如此上头了。然后在他的宿舍里，我看到了他的常服没有一丝的褶皱，他的书桌一尘不染，但是他的书桌上怎么说呢，有一张女生的照片。然后就是一个霹雳就打在了我的心头，就是说他是有女朋友的。就是我当时心里真的感觉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就是我后悔也后悔在这里，就是我明明想过他是那么的优秀，身边肯定不会缺人陪伴，但是直到确认的那一刻，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的，就是我宁愿活在先前的猜测里，也不想有这种难过。而且他当时还很天然的给我介绍了他的女朋友，然后说2个人相恋怎么难，然后他的女朋友还是他的初恋之类的。还好这个女生看上去非常的温柔善良，就是也会让人由衷的祝福跟羡慕。他还说我可以趁着大好的时光找到女朋友，就是年轻时候的爱情很珍贵，什么之类的。我当然也知道，但是我当时的眼里可是只有他呀，对吧？就很残酷的一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察觉到，还是我隐藏的太好，就是那种天然的劝说，嘻嘻哈哈的，但是现在一看，感觉好像还是挺残酷的那个画面。就是他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真挚而且温柔，但是每一个字都扎在我的心头。怎么说？我当时都忘了我是怎么回去的了，因为感觉突然所有的心思都没有了。不过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吧，就是我还是愿意回想起来的。
就是一次两次，你知道你对直男免疫，就是怎么说呢，功成得到了。就是可惜的是，时间真的会消磨人爱人的能力的，尤其是经历过一些爱而不得，或者说不辞而别，乃至分道扬镳，就是爱人可能会甚至成为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我也好像再也没有这样全身心的去爱过一个人了。怎么说？所以说，趁着能爱的时候，还是放手去爱，就是哪怕是单恋也好，就我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就像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那个时候是很美好的，就是遗憾的美也是一种美嘛。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我参军的决心啊，因为我对他的憧憬其实已经上升到了对整个群体的憧憬或者说崇拜了。当时甚至跟他一样姓氏的人，我都会下意识觉得是好人。怎么说？然后便是填报志愿，参加体检了。体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羞耻，但也是十分羞耻的。比如说裸体蛙跳，而且是一群人在一个非常大的房间里面裸体蛙跳。不过还好没有网上说的一些只捡菊花跟那个翻皮包之类的事情。这是不展开说了，展开说要被和谐了，大家上网搜就可以了。好在我体检的有惊无险通过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可以填报志愿的，我当然填就是海军了，因为也想穿那个雪白的常服嘛。但其实结果证实没什么用，因为我分配到的是武警，不过好在是北京，也让我多了一些很难得的经历。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妈从家里赶到武汉来送我参军。因为他是在我政审的时候才得知我要参军的，打电话给我好一顿数落，但他知道我的脾气，他劝不动我的，所以说，也就没有过多苛责，然后还是决定要过来送我。大三开学刚2天，马上就要出发了，我还没赶旷课，就是那么怂。然后下午上完课的时候，我妈正好赶到学校来送我。那天晚上，因为我们是凌晨出发嘛，那天晚上我跟我妈就一夜没睡，但是也好像没有聊什么，就简单说了一些将来的打算。她还是有一些埋怨我的，就是说我什么事情都不跟家里商量。但后来更多的还是对我的关心。怎么说？怕我在部队吃苦吧。然后她直到送我上车的时候，还是蛮平淡的。但直到我进了车之后，从车窗里远远的看着她。然后车子一发动，他唰的就哭出来了，然后就又非常迅速的去抹眼泪。怎么说呢？我当时也是鼻头一酸，就很难过。怎么说？好就好在我当时是激动的心情占了上风，所以说，那个难过的心情就被暂时的压制住了。而且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接下来迎接我的是什么。就是我把一切都想太天真了，尤其是部队里的生活，真的跟我想象的差别非常大，那就是我后面要聊的事情。今天就先聊到这里。